这台车丢了，失控了，我们还犯法了。还犯法了？他告我们了？哎，我记得之前钱荣成的律师找过我，让我们停止游街活动，啊，说这样是诋毁他的商誉。我当时没睬他，后来他也没找过我，我以为他们不追究了呢。可能不追究吗？钱荣成这小子狼性得很，他可不是吃素的。我们是吕州法院执行局的，这次来荆州执行荣成钢铁集团的一辆劳斯莱斯，这是我们的执行令。今天中午我要吃午饭的时候，劳斯莱斯司机小王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劳斯莱斯和荣成项目组3个人在德安路上被人拦住了，让我部派精干力量去救援。你小子撂挑回家了，我当时没有想到是人家吕州法院执行局的人，我以为是钱荣成的人冒充法院执行局的人来执行这台车。王大爷给我打个电话，现在让我去处理。企业要发展，工人要吃饭，每天一睁眼，麻烦事全来了。皮丹董事长据说身体不太好，现在又调到北京去了。荆州能源公司下一步该怎么办？习书记、石总，你们给拿个主意吧。其实这件事也赖我。钱荣成之前给我打过电话，说他这辆劳斯莱斯我玩够了没有？玩够了让我还给他。挂了电话，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啊，他的语气好像很有底气。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？还有，在这个当口，为什么吕州法院执行局会突然冒出来？王大眼在电话里跟我说，钱荣成欠了吕州一家担保公司700多万，他就把劳斯莱斯给抵押了。吕州法院走了个简易的程序，进行了裁决，就过来执行这台车。我是我的姑奶奶，你能不能给我摘下来呀？啊？要不然我告你侵犯个人肖像权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花了800呢，800块，你让我扔了呀，多可惜啊！要不我挂700万办公室去？哎，别，还不如挂你们家呢。要不拿来给我看看，800块钱画什么样？好。范社长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我走了。怎么突然想到给我打电话了？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你赶紧给王大眼打个电话，你说明情况，你让他从宽处理啊！谢谢燕儿。你认识牛世燕？其实认识啊，我们还处过几年。你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？我为什么要跟你提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提，我心里还痛着呢。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啊，我劝你啊，也少管这些麻烦事儿。我们得依法办事儿。是我明白。大眼啊，这样，你就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关照一下。那你赶快给李顺东打电话，让他对法官态度好点儿，啊。好。是集团还是荆州中孚欠你们的？你们上面怎么不欠我们的了？我请问你，石总，金丰、金盛2个烂矿，谁给我们高价买下来的？47个亿的包袱啊，不是你们荆州中孚吗？齐书记上任以后，让我们做了一个解困保核方案。这个方案啊，我们现在做好了，我趁机汇报一下。大牛，荆州能源解困保核的方案不在这儿讨论，下一步我们会做个专题研究解决。今天呢，我还是请大家在自查自省的基础上，重点检查一下我们这个班子
在管党治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。所以老牛啊，你也别委屈，你是党员干部，不是梁山好汉，就要讲政治规矩。石红杏同志在这个方面批评你是有道理的，希望对此你也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牛俊杰，我再重申一点，公事私事你一定要分分清。行，你们二位领导的批评我接受啊，我都接受。好，李总啊，你是我们荆州中福人事总监，关于人事问题，你也谈一谈吧。好，那我说两句。同志们，今天这个民主生活会啊，我们大家期盼已久。慢走，谢谢，谢谢，慢走，慢点，慢点。李总，记住这个教训，啊，以后一定要依法行政，千万不能乱来了。不乱来，谢谢你。别谢我，要谢啊，去见牛世燕吧。哎，秦记者，上次那个黄清源，你们没对他怎么样吧？我能把他怎么样？他就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就在银行门口溜了。这些老赖。现在知道干咱这行不容易了吧？一不留神，鸡飞蛋打，蛋黄蛋白流了一地。我就说这么多吧。狄总监，说了这么多，我认为你根本就没有说到重点。对近些年来我们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、近亲繁殖问题，你有没有责任？有多少责任？国资委和中福集团的用人制度，严格执行了吗？执行了，哪敢不执行？逢进必考，这个问题石红杏同志应该清楚啊。是的，不能说没执行，的确是逢进必考，但是执行不严也是事实。现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，自己的子弟总是要照顾一下的嘛。可是社会上的群众反应很大呀。荆州市纪委书记李学习同志跟我讲，我们荆州中福企业问题很严重，省市每年都会有很多举报信转过去。我们也不能听他们的，他们荆州没有问题啊，还管我们？人家地方纪委也不是说管我们，就是跟我们互相通通气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也表个态，荆州中福过去党委书记空缺，党委副书记陆建设偏懒、偏软、偏弱，企业党建与纪检工作形同虚设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加强和改变的。我也希望在座的同志们能记住，要牢记，我们首先是党员，然后才是董事长、总经理，下面各个分公司的领导。我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党风廉政建设的欠账补上还上。喂，钱总，祝贺啊！又赢了我们天使一局，赢得漂亮，我们向你致敬。李总，我赢啥了呀？赢了一辆劳斯莱斯啊！你把咱们的劳斯莱斯给送回来了，我谢谢你啊！钱总别装了，劳斯莱斯去哪儿了？你不清楚吗？我清楚啊，你们不是牵着它四处游街呢吗？真的别谦虚了，钱总。
你的毒辣手段我们领教了。哪来什么毒辣呀？你不要老是心里那么阴暗，好不好？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啥事儿？我们的劳斯莱斯被吕州法院执行走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咱们的劳斯莱斯被吕州法院给执行了，这太不像话了嘛！你们天使公司能受了这个气呀？钱总，我们真是弄不过你啊。所以呀，李总，你不要老是抱怨，好不好？你老是用这种阴暗的目光来看待世界，对你的健康不利，对你们天使公司的发展也不利呀。有一首诗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啊？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而我用它去寻找光明。我告诉你，钱永成，今天我就跟你死磕。李总啊，可以理解。荣成钢铁集团这3亿2千万，我李顺东讨定了。Good luck， 我钱某祝你成功。钱荣成并不像李顺东想象的那样有赢了一局的欣喜，他现在哪里有这种好心情啊？这个月他必须搞到5亿元贷款，否则资金链就会断裂，他价值200亿的荣成集团就会像一座强震中的大厦，呼啦啦地倒塌下来。齐本安，卖你个情报，要不？什么情报啊？还卖？说。说什么说呀？你报价了吗？我都没听到银子响，我凭什么把情报卖给你啊？我现在是穷急眼了。什么叫穷凶极恶？就长我这样。这卡拿去，随便刷，就当情报费了。你卡的额度我不知道啊，你当我傻呀？报价太低，不行。我告诉你。我掌握的情报，能决定你是否完蛋。我都完蛋这么多回了，我还在乎再完蛋一次吗？您哪位呀？找林董什么事儿？哎，领导，我是荆州中孚公司的陆建设，找林满江董事长汇报工作。您跟他说，他知道我是管纪检的副书记。工作上的事儿，去公司谈嘛。找办公室约，您怎么找家里来了？这不约不上吗？哎呀，林董啊，太忙了，天天像看门诊似的，哎呀，辛苦。是谁告诉你我们家地址的？是林董，他说有事啊，就叫到家里找他。林董。林董现在忙着呢，正在忙着接待海外客人。啊，领导，我可以等。哎，你不用等。林董的时间可说不好，也许今天都不回家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你不是回来了吗？我好歹也得意思一下。你意思是你请我，我怎么感觉这酒是我的呢？怎么还没扭转观念啊？黄清源的抵债酒。行，抵债酒。当然呢，你回来了，抵债酒随便喝，别客气。哎，黄清源那个老赖又躲哪去了？得找啊。找了，我能不找吗？据最新的可靠消息，他
他现在潜伏在吕州的一个富人区，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不错呀。人家可不喝这种晕头大曲。我听说，他还要带着老婆和孩子出国旅游。你说人这债欠的怎么那么潇洒呢？那我们得赶紧采取措施啊，不能让黄清源出境吧？出不出境不重要，关键是我们要找到他那一大笔财产的线索。我已经跟执行局说了，必须执行黄清源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所以我们无论如何，都不能跟绿洲法院执行局的人闹翻脸。哎，聪明。要不然咱俩好吗？好东西。齐本安，要不说你这么多年怎么都不进步呢？你对情报工作一点儿都不重视。我问你，如果二战时期，如果德国得知盟军从诺曼底登陆的情报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二战历史是否要重写？哟，这么说你还真有情报？那是，我的情报可以让你改变中伏的历史。唉，不说了，吃饭吧。吃啥吃啊？哎，你先说清楚再说。哎，李总，问你个事儿哈，你跟我们报社的牛实验曾经处过，后来又分了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呀？是他没看上你，还是你没看上他呀？虽然我很不待见牛实验啊，但是我必须客观的说，他人长得算漂亮，也聪明，并没有辱没你，李总。喝酒，不说牛实验。今天多亏了人家跟王大爷打个招呼，是吧？牛实验对你那还是够意思的。可我对他不够意思啊。这杯我干了。好吧。你不愿意提爱情，那咱们就不说爱情，咱们说说我的冤案。2年来，我一直怀疑，就是牛实验跟他父母一起参与了对我的陷害。秦小周，那我跟你说句实话，不可能。李总，我也希望你明白，不要让爱情蒙蔽了自己的双眼。我跟牛实验的爱情跟你诈骗案没有关系啊。这人到底想干什么啊？他不冷啊，有毛病吧？看来你要不见他呀，他会在这一直等下去，等上一夜呀。满江，他到底想找你干什么？这么不顾一切，我看他那礼盒里肯定不简单。表忠心跑官呗。我们公司为什么叫天使？这个我知道，天使在人间嘛，荆州人民都知道。不但在人间，就在荆州，就在你们荆州时报社。你的意思是牛实验是天使？不至于，太夸张了。怎么夸张了？哪里夸张了？我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！牛实验在我心里，那就是魔鬼，他陷害我。秦小冲，你要说他爹牛俊杰他妈石厚杏陷害你，我信；你要说牛实验陷害你，你打死我都不信。牛实验，他是天使。哎，我说石家公主啊，你就不能给帮忙盛个饭啊？非得过那个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地主老财的日子？
屁大点事就唠叨。上辈子你是个哑巴吧你？不是我这娶的是老婆吗？弄个祖宗在家供。哎，你是怎么着了？你们大掌柜又挺你了是吧？啊，这不需要我老牛了是吧？没错儿。你们就是再不高兴，我石某人也活过来了。这话说的就没良心。你别忘了我对你的道义支持。你也就那么点小道义，人家林满江有权。石总啊，不是我说你，碰上事儿呢就吓得鬼哭狼嚎，一看到点亮立马傲娇。哎，请问林满江又跟你说什么了？说啥我也不告诉你，免得你在民主生活会上乱说。民主生活会上我乱说了吗？你别做贼心虚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林满江再好，他这辈子不是你的男人，你的男人是我牛俊杰。你别犯傻，别为了一个林满江把咱俩共同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。行了，没有林满江，咱俩早下岗去街上提篮小麦了。提篮小麦有啥不好？活得踏实啊！吃饭吃饭，别啰嗦了，烦。你嫌烦啊？你嫌烦，我还得说，林满江跟你说什么都没用。京风矿、京盛矿那47亿的交易就摆在那儿呢，一直有人盯着呢。你回避不了，你必须正视。不爱听，你不爱听也得听。你老公不会害你。嘴好大呀！我不跟你开玩笑啊！你别忘了，荆州可是林满江的大本营啊，而在他看来，恰恰也就是因为我的到来，他认为我把他这大本营给搞炸了。那他为什么死活还要用你啊？当初我电话都给他打过去了，他就是不改变主意。别提了，这事儿说来就话长了。总之，我告诉你，从我来到荆州之后，真的是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问题，而也正是因为这个，让林满江对我产生了不信任和提防。现在，甚至很多事情直接就跳过了我。我大学毕业那会儿，真的是削尖了脑袋才几经报社，但你看看我现在，混成这个样子。我看明白了，这世上唯一不变的那就是变化。未来没有稳定的工作，只有稳定的能力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是真心佩服你。你看，你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，摇身一变，跨界到清偿债务的地界上来打劫，而且打劫得如此成功，那打劫到全荆州人民都知道你李顺东，你成功了。我成功了吗？啊！我哪里成功了？我现在一事无成，我苦撑而已啊！这怎么能叫苦撑呢？你不说了吗？光钱荣成那一个业务，净利润在1亿以上啊！是啊，但是我们挣到钱了吗？没有啊。钱荣成这么好对付吗？不好对付。你忘了，刚刚我们还低三下四的认错。我呢，说的只是一个理想，可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有遥远而又漫长的距离，所以
我永远相信，光明就在前方不远处。不远处，顶多10米，那就那儿呢，我都看到了。你呀，真的是一句话让我心凉了半截。我突然之间想到以前黄清源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，他说，如果我们每次都能抓住股票波动的高点，我们将永远驰骋在高原之上，你就能赚翻了。但是，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这种可能性，永远没有。你必须相信有。满江，那人被小区保安给盯上了。好啊，那他就赖不下去了。好什么好啊？他要是跟保安说他是找你的，你又一直不见，你不觉得这影响不好？国豪，这样吧，你给皮丹打个电话，让他转告路建社，就说明天在集团办公室我见他，听他所谓的汇报。我估计咱家这地址啊，就是皮丹给的。皮丹虽说工作能力差一些，但是为人我还是知道的，对我忠心耿耿。皮主任，什么指示？哎呀，老陆啊，你这是玩的哪一出啊？跑官也没你这么跑的吧？林满江的老婆童歌华把我这通臭骂呀！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林董家的地址那不是我告诉你的，你能不能别再害我了？我知道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！哎呀，行了，你呀就赶快回李公权专案组啊！林董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李公权的案子了，你好好的协助集团纪检办案。明天呢，你到集团向领导汇报工作。好的，那个皮主任，林董什么时候能接见我呢？具体时间你听我通知啊，我会尽量给你提前安排的。啊，好的，那个兄弟，你能不能给我透露一下，对于李公权的案子，林董有什么具体指示啊？是不是要办7万案呢？啊，如果要是办7万案的话，这我怎么知道啊？老陆，你觉得领导能做出这样的指示吗？我们要实事求是，以事实为根据，以党纪国法为准绳嘛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但是我感觉啊，林董要对7万案下手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瞎猜了，你赶紧先回去吧啊。好的。林满江一定会对我动手的。而现在的情况是，他的工作可能会出现变动，他肯定要在走之前把所有该摆平的事情全部摆平。荆州就是他的重点。如果真是按你说的这种情况，我手里掌握这个情报的真实性就大大的提高了。之前我还半信半疑，我以为秦小冲在捕风捉影，现在看来根本不是。到底什么情报啊？涉及林满江？当然涉及林满江。一个自称叫申侯的爆料者，跟秦小冲告密，说林满江伙同石红星以47亿超高的价格买入金风矿和精神矿，这2个矿的真实煤炭储量和交易储量相差巨大。在此交易之前的2个月，盐台矿业集团15个亿都嫌贵，董事局坚决否决这笔交易，结果被中富买下了。那你们那个秦小冲，他可是因为诈骗被判了刑的人，这消息可靠吗？现在看来，他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，他是被别人给他下了个套。这个自称叫申侯的人2年前就曾给秦小冲爆过料，我这有录音给你听。还有录音？秦记者，我是申侯。
今天在民主生活会上，牛俊杰也再一次提到了京丰精盛矿的问题，而且言辞激烈。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：如果说这笔交易真的如这个申侯所言，存在重大的利益输送问题，牛俊杰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不管牛俊杰对石红杏有多少不满、多少意见，他俩毕竟是夫妻啊。说的没错，据我对石红杏的了解，他应该也不是一个贪财的人。我们这么多年战略合作，报社每年会给他送礼品卡，他都坚决拒绝的。这牛俊杰呢，我也了解。虽然这人脾气差了一些，有些粗鲁，可他真的是一个认真做事儿、廉洁正派的同志。所以，如果这笔交易真的有问题的话，根子应该不在荆州，而是在上面，在北京，在林满江。文安，你推断的没错，根子应该就在林满江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件事情你脱不了干系，外部有人盯着，内部有牛俊杰咬着。当然，也许这就是一笔交易失误，是我们多疑了。这失误要追究渎职责任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一软弱，你也就渎职了。你傻吓唬我，我也不是被吓大的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这事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也更不会临阵脱逃。行了，你不用为我担心，我自有分寸的。但是让我欣慰的是，在那段日子里，我遇到了牛时燕。他是记者，他采访了我这个倒霉蛋。这事儿我知道，他当时我的兵，我给他安排的那个专题。真假呀？嗯。哎呦，那这么说，你是我们半个红娘啊？那我得敬你一杯。不敢。谢谢。第一次见到牛时燕，我就被她吸引了。她一开始采访，我又被她的才华吸引。哎，等打住啊！才华他可没有。哼，不要妒忌人家，我是公正的。别看牛时燕是学历史的，可她新闻采访水平和文学才华不在你之下，而且她有强烈的正义感。你们让她去报道福岛乱象，可她却写了一篇一个大学生的奋斗。有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我们报社发表过这篇文章？就是啊，你和你们总编范家慧联合给枪毙了，你们是刽子手，要不然我就火了，我就跟牛时燕结婚生孩子了。哦，那我自罚一个吧，好吧？哎，自罚一个。光明区政府今天在网站上发文说，中心城区动迁难度大、成本高，又有24号文件限制，短时期内呢难以启动这里的拆迁改造工程。对此，二位有什么看法吗？我的看法很简单，政府在推卸责任，懒政不作为。让我们和钉子户协商，怎么协商？简直说的就是屁话。其实，我们爱情真正的刽子手是他妈石红杏。他知道我和牛时燕恋爱之后，坚决反对。这个高高在上的石总认为，我这个从烟台山跑出来的无业游民，怎么能配得上他的宝贝女儿呢？
这是门不当户不对，那更是好花插在了牛粪上。然后石总不让你跟他女儿结婚，就把他户口本藏在了床底下。你说你多幼稚啊！石总是什么人？他能那么干吗？没有。石总亲切友好地会见了我，大谈了一通爱情的冲动和婚姻的不同，让我这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无言以对。然后，我跟你说关键的了啊，听着。然后石总拿出了10万块现金，10万块钱现金啊！他是一沓的砸在了我的面前，砸得我是心惊肉跳。然后他亲切友好的把堆在桌上的钱一下子推在我的面前。去创业吧，去寻找你真正的爱情。哎呦，那是好事儿啊！石总这么大方呢，一出手就是10万。好个屁呀！我都后悔死了。我为了10万块5出卖了爱情。我要是你啊，我也该后悔。倒不是因为别的，像这种贪官污吏，10万块钱太少了，你开口就应该要100万。小伟，说实话，我真的想解决这里的问题。没那么容易解决吧？看看这里的规模，除非上面下死命令。为什么非要等到上面下死命令？我们这些领导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到哪里去了？小伟，你想想看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，有目共睹，震惊世界。我们从当年贫穷落后，饭都吃不饱，到今天的大国崛起，如果没有一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，那是不可想象的。所以您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自己，不能松懈。是啊，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种身陷重围的感觉。可是能怎么办呢？就算身陷重围，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呢。你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这是一位已经过世的老共产党员曾经责问过我的话，我都记下了，牢牢记下了。所以，你就算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，你仍然没有忘了这里的穷人。唉，怎么说呢？3·28事故之后，那声爆炸把我给炸醒了。你错了，小周。真正的爱情是无价的，100万、1000万都不能买。刘实验知道我拿了他妈10万块和他断绝关系，他差点没自杀。那段时间，他在办公室待到很晚，有的时候都不回家。哎，等，你说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年前吗？2年前。无所谓孤独，无所谓因素，唱歌当痛苦。人生的脚步，追逐着幸福，总有风雨骤。黎明的光辉，穿透夜的黑，点亮你的美。谁搬就搬退，流行着不睡。
销毁，正义的回馈，虚无坚不摧。的人心相随，问死心无愧，最难能可贵。光明都洒在清风的左右。